这部电影曾令我数次走出困境，很多人说它可以与《肖申克》相提并论，它是那么的令人惊喜，也令人心酸。虽然全片没有一个华丽的镜头，但却实实在在感动了千万人。它通过人们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，表达了对生命最高的礼赞。就连挑剔的豆瓣观众在打出高分的同时，也留言说这是值得铭记一生的电影。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影片如此震撼？话不多说，肥牛为你奉上。这个长相酷似宋仲基的飞行员查理，上一秒还在调戏女孩，下一秒却发现油箱见底了，紧接着输油管爆开，引擎冒出火花，飞机开始失去平衡。作为老飞行员，他明白必须紧急迫降，靠着最后一点动力，他操作操纵杆，成功避免飞机撞到礁石上。但在滑行一段距离后，飞机彻底失去了动力，倒头向下俯冲。原本开飞机对查理来说就像超级飞侠吃豆芽小菜一样，可却没想到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故。在这茫茫不着边际的荒原上，想要活下去必须先自救。逐渐冷静下来的查理将飞机上的物资一一收集起来，打开地图确认现在的位置。就在这时，飞机上的爱斯基摩女孩也带着行李上岸，可她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拿着自己的家伙事钓鱼，这可把旁边的查理直接看蒙圈了，心想这女孩脑子有病吧，都这个时候了还有闲心钓鱼。同时心里也直骂自己活该，谁让自己贪图小便宜，为了2根象牙竟然私自改变飞行航线，答应送患有气管炎的女孩去医院，不然也不会有飞机坠毁自己被困这事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在后面他却要靠这位女孩活下去。查理回到飞机上尝试用无线电求救，可这时女孩却将一条鲜美的鱼递到了他面前，他被吓了一跳，连忙摆手拒绝。女孩以为查理不知道怎么吃，便一口咬上去给他做示范。但爱斯基摩人半原始的生活方式，却让生活在现代文明里的查理觉得恶心，就像赶苍蝇一样将女孩赶到了一边，然后继续捣鼓手中的无线电。但一个重要零件却摔在了地上，因此无线电也彻底没法修了。女孩躲在石头后，看着搬着石头走来走去的查理，心中充满了疑惑，但她不知道这是现代人求救的方式。到了晚上，2个人用各自的方式生火取暖。查理尝试与女孩讲清楚他们现在的处境，但回应他的只有女孩一脸的茫然。隔天一早，查理收起地图，给女孩留下为数不多的生活物资，准备徒步到200英里外的地方寻求救助。临行前，女孩终于开口说话，她连说带比划的表示想跟他一起走，可查理却认为女孩是拖油瓶，执意独自上路，说完便头也不回的走。一望无际的荒野上四处是水洼，很快查理迷失了方向，但为了自救，他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前进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他悲惨的遭遇即将开始。呼啸的狂风使他无法生火取暖，糟糕的枪法也让他无法打到猎物。可偏偏这时阴雨连连，他先是失去了宝贵的火柴，又一个不小心陷入了沼泽，好不容易爬了出来，却发现枪丢了。等他费劲巴拉的把枪找回来，结果弹夹又丢了，真是人倒霉，放屁都砸脚后跟。可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还有更恐怖的事等着他。第二天，查理一睁眼发现整个世界成了蚊子的天堂，其密集程度令他毛骨悚然。他歇斯底里的拍打着蚊子，慌不择路的逃跑，不仅跑丢了一只鞋子，还一个跟头从坡上滚了下去，然后两眼一翻，彻底晕了过去。直到第二天，一个身影出现在可怜的查理身边，在确认他还活着后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将他翻了过来，脱掉他脚上破损的鞋子袜子，发现脚底满是因逃跑磨起的血泡。于是女孩在河边找来青苔，轻轻敷在他的脚上，再用布条紧紧裹上。紧接着，她又把特制的草药敷在他被蚊子叮咬的脸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昏迷的查理终于醒了过来。就在他充满疑惑时，女孩背着一大捆柴火走了过来，并用简单的单词让他赶紧躺下休息。此时的查理更加疑惑，他连说带比划的询问女孩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他才弄明白女孩会一点英语，他担心自己走丢，便一路跟了过来。也是他救了查理。女孩递上早早准备好的食物，饿了好几天的查理也不再追问，开始狼吞虎咽吃了起来。他无意间发现女孩手腕的伤疤，但也没好意思开口询问，只是举举手里的易拉罐向她表示感谢，并好奇地问女孩这是什么，太美味了。女孩拿出一张动物皮，查理没想到女孩不仅会捕鱼，还是一位打猎的高手。他很惭愧自己还不知道救命恩人的名字。女孩拿出政府发放的标签。What's your name? Kalana. Charlie. 就这样，他们彼此认识了对方。与此同时，查理的公司也对失联的他展开了搜救，可女孩的族人早已搬离这里，因此他们也并没有任何发现。克拉娜发现一个土拨鼠的洞，她小心布置好陷阱，然后趴在地上静静等待。而这一趴就是一个下午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们的晚餐终于有了着落。瞬间，查理对克拉娜又多了一份钦佩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克拉娜的本领远超他的想象，什么徒手抓鹅，用皮带做诱饵，然后迅速出手抓鱼，诸多的荒野求生技巧在他手里是那么的轻松，这让查理这个现代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不仅如此，克拉娜还就地取材，准备用土拨鼠的毛皮为查理缝制一双靴子，可查理却
却发现他流鼻血了。尽管克拉娜病得越来越重，但手上依然不停地缝制着靴子。到了夜里，随着温度下降，克拉娜咳嗽得越来越频繁，她蜷缩在那里无助地哭泣着。而一旁的查理心情也开始变得复杂。隔天，正在捕鱼的查理突然听到飞机的轰鸣声，他到处寻找，却怎么也看不到飞机的影子。为了能够活下去，查理决定回到飞机坠毁的地方。临出发前，克拉娜为他穿上靴子，并把他推进水里。查理惊喜地发现，靴子不仅不漏水，还特别保暖。在返回去的路上，克拉娜充当了向导的角色，而查理也主动帮他背起了行李。虽然两人话不多，但一种默契在彼此心里渐渐生长。终于，他们回到了飞机坠毁的地方。然而这里还是原来的模样。其实查理不知道的是，公司已经对外宣布了他的死讯，因为连续3周的搜救并未发现这里。对于公司而言，他们尽力了，期望越高，失望越大。查理再一次变得歇斯底里，因暴风雪即将来临，那时他们将必死无疑。但克拉娜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查理彻底丧失了活下去的动力，每天就只坐在飞机里发呆。就连克拉娜为他送来食物，他也会拒绝，让他不要再来打扰自己。与查理的自我放弃相比，克拉娜则每天不停地搬着石头，垒起了一座又一座的石塔，那是他活下去的希望。寒冬将至，天气也逐渐寒冷。睡梦中的查理突然被叫醒，克拉娜让他躲在石塔后面。不远处有一群正在迁徙的驯鹿，此刻浓厚的晨雾为他们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俩人兵分两路，经验老道的克拉娜瞅准时机，率先发起进攻。石塔的存在影响了驯鹿的判断，就这样形成了一个3面围攻的局面。克拉娜不断地将驯鹿赶向查理，而查理也像一个浴血复活的战士，收获了一只又一只的猎物。但克拉娜却倒在了地上。查理关切地跑向他，可他却将武器交给查理，让他继续战斗。寒冬已经来临，必须准备足够的食物，才能保证他们在这寒冷的北极活下去。查理用尽浑身力气制服了最后一头驯鹿。经过一场厮杀，他们不仅收获了猎物，查理也恢复了一些精气神。但就在他们将所有猎物处理完时，克拉娜的身体开始出现剧烈咳嗽。查理为她披上衣服，却发现她发烧了。他又为她加了一件衣服，伸手将她紧紧抱在了怀里。然而恬静的克拉娜却哭了起来，像极了每一个独自忍受痛苦的人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除了生存技能，查理也对生命有了一种新的态度。在克拉娜状态好一些后，俩人明确分工，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准备。这天夜里，克拉娜主动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她手腕处的伤疤并不是自杀，而是在她小时候无情的暴风雪带走了父亲母亲。为了能让妹妹活下去，她割开手腕，用血喂饱了妹妹。在暴雪来临之前，克拉娜终于为查理缝好了过冬的衣裳。从绝望中重新活过来的查理决定带着克拉娜向北走，希望能遇到打猎的人或者村庄，从而找到无线电送克拉娜前往医院。但不幸的是，克拉娜的病情急剧恶化，吐出了大口大口的鲜血，死亡的阴影瞬间笼罩了他们。但这次却换查理不愿放弃，他用象牙和木头做了一副担架，背着克拉娜迎着如血的夕阳继续前行。深知自己身体状况的克拉娜，为了不拖累查理，她将一双毛皮靴交给查理，希望他能带着他找到自己族人，平安度过这个暴雪肆虐的寒冬。第二天一早，醒来的查理发现克拉娜不见了，他赶忙起身去找，可那仅剩的脚印也被风雪淹没。此刻的查理明白，克拉娜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勇敢地活下去，而他也为克拉娜做了最后一件事。按照爱斯基摩人的习俗，他用石头垒起一座空墓，将克拉娜的工具全部放了进去，包括那对价值不菲的象牙。短暂的悲伤过后，他带着克拉娜的希望继续上路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在暴风雪来临之际，他找到了久违的人群。至此，全片结束。影片的最后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远景镜头，无穷无尽的白雪中，有着几个渺小的如同蚂蚁一般的飞蚁。但肥牛想说，即使是蚂蚁，每一个生命也是宝贵且美好的，因此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要勇往直前。